嗨，大家好，欢迎回来到好治愈呀，我是星星。在这档播客里面和大家一起探索人生，实现自我的成长，发现生活中美好治愈的瞬间，因为走向未来的道路也可以是轻盈愉快的。大家有猜到刚刚片头是什么声音吗？是的，就是游泳的时候在水里面的声音。这周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我要开始学游泳。为什么说对我来说这个决定很大胆呢？因为从小到大我应该被水淹过有好几次。我们可以来算一算，比如小学的时候去泳池玩，坐在深水池边上看同学游泳，结果背后突然不知道是谁就把我推了下去，那可是深水池，对当时小学的我来说真的是太可怕了。但幸好当时和我一起去的同学是有会游泳的，所以就立马跳下去把我捞了上来。这个就给我留下了对水这种很恐惧的印象，因为是毫无防备的被推下去，深不见底，然后我又呛水，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第二次也是小学的时候，当时也是几个同学一起去公园的湖里面去划船。那个时候各项规定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比较明确，所以当时即使是我们是几个小孩，但是那个人也让我们就是买票，然后给了我们一艘船。小时候就觉得好玩嘛，也没有太多的安全意识，所以当我们想换第二个艘船的时候，当我把一只脚跨过去的时候，这两个船突然飘开了，然后我就是以一个劈很差的姿势架在两个船上，然后随着那个船越来越大，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只能用手搭在一条船上，然后我的两条腿就已经在水里了。当时我的心里也是非常恐惧，幸好我的同学们又把我拉了上来。经历了这两次之后，我好像就没有再主动的去游泳或者去水里面玩过。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去越南，然后他那边有一个岛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水上世界，所以当时就决定去玩一玩，反正就带着泳圈嘛，然后就可以飘一飘。当时我很喜欢玩那个滑梯，所以我觉得在水里面的滑梯应该也蛮好玩的，但是我是没有想到它的那个水的冲击力那么大，然后以及当你冲出去之后，它外面为了接住你嘛，所以它也是有一个池子的，虽然不是很深，但当时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被冲出去的时候，怕什么来什么，我的那个叫做下面那个板它就翻了，然后我就整个人被倒扣在里面。它那个东西又比较重，我当时就是比较慌，我怎么推也推不开，然后我也出不去，然后我在里面就是感觉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很崩溃的状态的时候，那个救生员终于把那个东西掀开了，然后我就站起来，当时我都是不敢睁眼，我就在那边大哭，我感觉我就是当时有一点应激反应了，我在那边哭了，可能我觉得得有1分钟我才敢把眼睛睁开。而且当天在玩那个滑梯的时候，因为我太害怕那个水淹没我的鼻子的感觉了，所以我就用我的胳膊肘想要去减速，把我的那个头支撑起来，但是速度太快了，所以当时我的整个胳膊肘也被刺掉了一层皮。所以后来又有好多年我都没有再去和水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直到最近我因为来到海边旅居嘛，其实在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有1年多的时间，我在海边就只是踩水，然后如果有浪来了我就立马退回来，我都没有想说我要进到海里面去泡一泡海澡，或者是带着泳圈去飘一飘。也是直到上个月，然后我终于买了游泳3件套，就是救生衣，还有游泳圈，还有漂浮板，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下海。其实虽然每周都下一次海，我还是对水有点恐惧的，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又想享受，但是我有点害怕，所以我就会一直在岸边那种很近很近的距离里面蜷着腿，然后飘在就是带着游泳圈飘在海面上。但是如果让我再往深一点，然后如果水没到我的脖子，我就会很害怕，我就会赶紧用我的腿蹬到那个靠近岸边的位置，然后我再蜷着腿飘一下。如果我发现我飘远了，然后我就又会重复。所以的话就是我内心能感觉到我是很想在水里面去玩耍的，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克服我心中的恐惧。刚好我在这边的朋友他认识一个游泳教练，说他人很好，而且采用的是鼓励式的教育，而且又是一名女教练。
我发现 Deadline 对我的行动力真的是有很大的助力，因为当时是已经9月底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游泳池的话是10月7号，就是国庆的最后那几天就要关了，所以我如果想学游泳的话，我就只能在这几天去学，这样我之后下海的话我才能够稍微玩一玩。所以当时我就硬着头皮加了教练的微信，然后我就说我要先开始上第1节课。然后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从非常的怕水到最后可以享受在水里面的状态，仅仅只用了1天的时间。所以呢，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恐惧是什么，以及我对恐惧的感受是怎么样影响我的行为和决定，还有怎么样去克服恐惧，或者说和恐惧共处。这2天我就有搜索一些游泳和恐惧相关的关键词，然后我就搜索到了一部电影，叫做《我的100种恐惧》。影片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在海边的意大利女孩，她患有焦虑症，那她之后是怎么在心理医生和伙伴们的帮助下，循序渐进的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去完成了一个她的恐惧清单，这样一个很轻松的小故事。所以呢，结合我自身的各种经历，还有这个电影呢，我就想把我们这期节目做成一份叫做恐惧说明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如何能像我这次学游泳一样，学会和我的恐惧去共处，而且为自己能够织就一张不会沉下去的安全网。那我想先邀请大家去回想一下，在你过往的生活中，你有什么特别害怕或者恐惧的事情吗？以及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很害怕，但是你尝试过了之后，觉得居然还不错，以及我居然也可以这么勇敢的事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种恐惧和克服恐惧的感觉。那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在听友群里面和大家交流了一下这个问题。有一个伙伴就说，他之前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会害怕眼睛里有不好的信息传递出来，所以呢就会习惯性的低着头，或者呢习惯性的看别的地方，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但是这位伙伴发现有一次在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勇敢的对视了一次，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反而使他和朋友的连接更加的深入了，会更清晰的感受到朋友的情绪，并且能够给予反馈。还有一位伙伴说呢，上台演讲之前呢，总是特别的紧张，而且胃都会变得不太舒服，甚至想放弃了。但是最后呢，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大概过了10分钟，才慢慢的进入状态。整体来说的话，虽然还不错，但是说话有点结巴，脸也挺红的，但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我真的觉得光是听到大家这样的分享，我就感受到了力量。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去硬着头皮，很多的第一次还有新世界的大门都是这样向我们敞开的。当我们害怕一件事物的时候，真的心里会有很大很大的恐惧，光是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心跳就会加速。比如说有伙伴怕高，怕当众演讲，怕孤独，或者说像我一样非常的害怕水。所以呢，去学游泳这个决定对我来说真的不亚于像是一场小小的冒险。但是呢，就这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不仅学会了自己漂浮在水面上，而且能够借助那个浮棒去做一些蛙泳的动作。关键它更像是一场非常非常生动的人生的课堂，它让我对恐惧这个东西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我觉得在我们去面对一件害怕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先要去了解它，以及了解我们心中的恐惧是什么。比如在去游泳之前呢，其实我就花1-2个小时去看了一些游泳的教学视频，给自己稍微有一个底的感觉。但是呢，我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复杂的对恐惧的情绪，不光是害怕以前呛水的感受，也害怕我在水里面身体会失控，而且我没有办法呼吸，而且会发生很多未知的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相比于陆地来说，水里面的世界是我很不熟悉，而且是神秘又很危险的。
就游泳来说呢，这个恐惧是一件很确定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生里面面对的很多恐惧和对此产生的那些焦虑和畏难的情绪，它其实都是更加虚无缥缈的。比如说我害怕考不上好的大学，我害怕找不到一个对的人，我害怕我的一生就这样蹉跎过去了。那我的感受就是在我们去面对它的时候，一定要先拆解自己的恐惧分为哪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一点点的就是各个击破它。就比如拿我自己来说，我的第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目标，就是真的低到不能再低，就是只要上完课我能够不那么怕水，我就谢天谢地了。我的这个目标真的是有点太过于小了，我当时就想的是，我只要以后在海里带着游泳圈，我能够不害怕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没想到一节课结束之后，我不仅能够在水里面做换气的练习，能够把整个的头都埋进水里，还能够睁开眼睛看水里面的世界，甚至最后就是我不借助任何的工具，我自己都能够飘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害怕，但这个结果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然后第二天我就只带了一块浮板和我的朋友一起去了海边。一开始呢，我是让他先拿着浮板，然后我再抓着浮板去漂，我会觉得有一个人拿着这个我会觉得安全一点。然后到后来我就让他松开浮板，我自己拿着浮板去漂。再后来就是我不要浮板，我自己在海里面漂起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真的感觉我跟水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当我去信任它的时候，水就把我拖了起来。我发现有的时候面对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建立你对自己的信任。虽然我刚刚说的是我开始去信任水的浮力，但本质上是我去确信自己能够在水里面飘起来。其实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所以在当天游完泳之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是这么说的：做什么事情最难的一步都是克服心中的恐惧，而一次又一次的小胜利带来的确定感会让人勇敢和笃定。第一次学游泳，泡在泳池看晚霞，原来整个身体都在水里的世界是那么的安静。所以说，当我们在面对一件恐惧的事情时，去找到在里面的那个治愈的小小的瞬间。就比如说刚刚我分享两位伙伴的当你和别人对视之后，你发现你能够接受到别人眼神中传递的信息，你也能够更好的反馈对方，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瞬间，它会让你下一次再去对视的时候会更加笃定自己。还有另一位伙伴会说，虽然我觉得当众演讲对我来说很害怕，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整体来说也是很顺利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他一个发光的瞬间。那对我来说呢，就是从一开始我会很害怕，我就本能性的做什么动作我都闭上眼睛，但是闭上眼睛其实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的未知，所以教练就一直强调说你要睁开眼睛。我当时在那个练习呼气的时候，就是水上吸气水下呼气的时候，教练就把手指放在我的眼睛底下，就比那个数字1、2、3，然后起来之后问我刚刚比的是几，他就害怕我闭上眼睛，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让我敢睁开眼睛。所以后来当我自己在练习漂浮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对着池底很安静的飘的时候，突然天黑了，然后这个游泳场馆它开了灯，然后我刚好就看到了那个池底光洒下来的这个瞬间，波光粼粼的，当时真的觉得好美呀。那个瞬间我真的觉得克服恐惧，去选择信任的自己，还有整个这个水中的世界都在发光。以及我们在去做恐惧的事情时，如果能找到一个很信任的同伴去陪伴或者指导我们，就是一个更好的开始的方式。像我的教练，他一开始就有问我怕不怕水，我说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一开始的话他就是先让我去感受水，让我去慢慢的和水去建立联系。就比如说一开始我连把脸就是轻轻的放进水里，甚至是耳朵进到一点点水，我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我就立马把头抬起来。所以呢，教练他一开始就是全程他的那个手或者是脚，他就离我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他随时就可以把我拖起来，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我觉得中间有一个瞬间也很有意思，就是
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是怎么学会的？是不是你的父母在后面推着你，然后你骑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还在推着你的时候，你一转头发现，他已经在远远的地方就松开了手，这段路完全是靠你自己骑过来的。从此之后，你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在漂浮的时候有一个瞬间也是，一开始是我以为教练拿着浮板，但是后来等我起来的时候，教练说其实刚刚我没有拿你的浮板哦，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轻轻的挨了一下，后来都是你自己飘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像学游泳，这个水池就像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肯定都是感到陌生又新奇的。那教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的父母，他先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去教会我们一些技能，但是最终呢，他们都是要放手的，我们要自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探索，去玩耍，可能会经历一些失败，经历一些挫折，然后再次的站起来，再次的去出发。而且学会一项技能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当你能够靠自己飘在水面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升起了一种非常巨大的那种哇，原来我也可以的这种非常确定的感觉。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循序渐进的成功，哪怕非常非常小，其实都在给我自己最后能够游起来，去扔掉那些帮助我漂浮的那些工具，来积攒一些勇气。而且打开新世界的那种感觉也很奇妙，因为水池里面人还是很多的，就是你在水面上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嘈杂的，有人声有音乐声，但是当你进到水里的那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周遭瞬间都安静了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听肥话连篇的时候，那个肥姐就说她喜欢在游泳和跑步的时候去思考一些事情，因为她觉得那个时候她很专注，世界很安静。我当时就感到很惊奇，跑步的时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游泳的时候你在水里，你不需要去对抗水，或者是你不需要去用尽全力让自己飘起来，你哪还有功夫去思考一些事情。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我确定了是可以的，因为当你很熟悉了之后，形成了肌肉记忆之后，你的脑海里面就没有我现在的初学者一定要记那个叫什么收翻蹬夹，就一直在重复这些词，你的脑海里面是很安静的，你是可以有很安静的空间去思考一些事情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能像小鱼一样能够非常自由的去探索水中的世界，但是从很害怕水到可以在水中去飘起来，去享受水它那种好玩的感觉，只用了几天的时间。我觉得这种能够感受到水的乐趣，恰恰是能够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克服我恐惧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被美好和希望去驱动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恐惧驱动的人。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件很恐惧的事情时，可以想一想它有什么非常吸引我的点，我一定要去做它。比如说考上大学，或者是选择一个心仪的工作可能会很难，但是当你真正成功了之后，它带给你的那些成就感以及那些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也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如果当它的吸引对你来说是大于做它的恐惧的话，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的顺其自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把我们的恐惧识别出来，变成一个一个可以分解的小目标，循序渐进的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去给自己建立成就感。但是呢，在面对陌生领域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的点，就是不能太过盲目乐观，就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注意安全，或者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安全的边界，要对任何事物的危险性有所认识。像我的话，我觉得你一定是要先学会自救，你才可以去那种深水，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踩到底的地方去游泳，或者是去玩。我现在的话就是只会在1米到1.2米、1.4米，就是我一站起来我就能够呼吸的这样的池子里面去做一些练习。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开头说到的这部意大利电影，叫做《我的100种恐惧》，以及在这期播客的结尾呢，我也会总结几个应对恐惧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意大利作家的小说，叫做《从星星上跳下来》。
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之前一直在说希望有人能够在我掉落的时候接住我，但最后我发现这个人可以就是我自己。当我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之后呢，我通过一次次的尝试，给自己织就了一张细密又有弹性的网，它可以接住我，可以兜住我，可以不让我掉下去，不让我沉底，这就是我给自己的最大的安全感。而且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你去做一件恐惧的事情，重要的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你自己心态上的转变，这会让你以后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带着这种全新的视角。这部电影的女主呢是25岁的索莱，她患有广泛性焦虑症，听着是不是就比一般的焦虑症要更加的复杂？因为呢，为什么广泛？是因为她担心生活中的一切，就比如说她会担心她选的雪糕口味不好吃，她担心看到别人从高的地方跳水，她担心所有的一切。那她的好朋友艾玛呢，从小一直陪伴着她，也是她一个很大的安全感的来源。但是有一次呢，艾玛因为意外去世了。那2年之后呢，好朋友的哥哥才给了索莱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正是好朋友艾玛生前写给他的。艾玛在信的最后就提议说，让索莱可以把自己恐惧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寄给他，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一起尝试去克服这些恐惧。那由此一份恐惧清单就诞生了。在这份清单里面，索莱写着要克服对水的恐惧，要游泳，要乘船出海去旅行，要穿耳洞，要去游乐场玩游乐项目，要骑自行车出去玩，还要坐飞机，要找份工作，还要把自己的画展示给别人看。于是呢，索莱就把这份列好的恐惧清单去拿给他的心理医生看，问医生说，如果我现在一项都不去尝试会怎么样呢？医生就笑了一笑说，那我会赚更多的钱。真的，这个医生是有点幽默在身上的，真的是我想要去靠近的那种专业又轻松的感觉了。然后说回电影，那最后在伙伴们的陪伴下呢，索莱就循序渐进的去完成了恐惧清单上差不多一大半的事情。虽然每一次索莱还是会紧张和害怕，但是他确确实实做出了改变，去挑战了那些他曾经不敢做、害怕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也真的体现了完成比完美更重要。那当索莱想要尝试一个人坐飞机去巴黎过生日的时候，在机场，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又想到了上飞机那种恐惧的感觉，索莱的恐慌症呢又一次发作了。当他非常沮丧地坐在心理医生的对面时，心理医生对他说，治愈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这一次的失败并不会掩盖你之前的成功，你先去做点别的事情，或者以后再尝试就好了，或者也可以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去到巴黎。这段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戳中我，因为他没有将成功定义为完全克服恐惧，你再也不害怕任何事情，而是说人生就是这样波澜起伏的，你可以有的时候很勇敢，但有的事情你确实没有办法克服，那就随它去吧。就像我在学游泳的过程中，我每一次在重新下水之前，我还是需要做一下心理建设，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之前所有的尝试都是失败的。那电影的结局呢，就是索莱终于走出了他一直生活的小镇，和伙伴们一起去到了罗马上大学。那更大的世界就会有更多让索莱去恐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敢于去尝试。我很喜欢影片最后的彩蛋，就是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我并不知道女主也喜欢画画，所以我就非常有共鸣，因为我也很喜欢画画嘛。但是索莱从小到大呢，都是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画，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展示给其他人看过。那在索莱前往罗马的途中，就穿插着他周围的人们收到他的画作当礼物的一些情景。那每一幅画呢，都是那么的应景，那么的生动，记录了最珍贵的那些瞬间。那索莱送给他的心理医生的画是一副扎满了钉子的椅子，我看到的时候真的会心一笑。就是索莱真的看起来每次在心理咨询时候都如坐针毡，然后影片里面心理医生看到之后也欣慰的笑了。那
最后的最后，又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在一开始的时候，索莱还没有去完成他恐惧清单上的任何一项事情。他问朋友，那如果我尝试之后失败了怎么办？他的伙伴对他说，那你就尝试之后失败了呀。在影片的最后呢，索莱又再一次问了这个问题，如果我尝试了之后失败了怎么办？这个结局，伙伴和索莱对视之后会心一笑，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是尝试过了，然后失败了，仅此而已，真的仅此而已。真的是一部很轻松又治愈人心的电影，常常会让人会心一笑，但是呢又非常的充满哲思，充满着力量。如果下次你在感到恐惧和害怕的时候，比如你要上台去演讲，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件对你很重要但是你又很害怕的事情，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像我一样收获到很多去面对未知的力量，还有一个很棒的心态，就是那我就尝试过，然后失败了，仅此而已。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尝试很多事情，也许最后不是为了成功或者某个确定的结果，就是为了体验这件事情本身。比如有一次艾玛在尝试坐船出海的时候，她迈出去的脚好几次又收了回来，所以同伴就会对她说，下次再做好吗？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去花很长时间才学会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去做成一件事情，而且一次学不会，一次做不成功也没有关系，可以过段时间再来一次，或者干脆就去做些其他的事情吧。那如何把我这次学游泳和从电影里面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去实实在在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在给出这些小小的实践小方法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去讲一讲，为什么我觉得恐惧本身并不会束缚住我们的手脚，但是恐惧的感觉会呢？因为我觉得恐惧本身它其实是一种比较自然的让我们可以生存下来的方法，它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会害怕火，会害怕一些高速行驶的东西，这个是本能在保护我们，但是它并不会直接去阻止我们的行动。但是恐惧的感觉是那种心慌手抖、自我怀疑，然后脑海中无数遍的去预演那些不好的瞬间，是这一种感觉，这种焦虑和不适让我们束缚住了手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动弹不得，感觉没有办法前进。所以说对恐惧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主观体验比这个客观存在的恐惧本身对我们是更有这种让我们无法行动的影响力的。说一个比较绕口的话，就是对恐惧的恐惧造成了我们的障碍。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比如说刚刚的演讲，那恐惧本身就是害怕在众人面前犯错或者是表现不好，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担忧。但是对恐惧的感觉，就是当实际在面临演讲的时候，我们会心跳加速，会手心出汗，会头脑空白。或比如我们的社交恐惧症，本身我们害怕被拒绝或者害怕说错话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焦虑，但是恐惧的感觉是你在人群中会感觉到很不自在，会感觉到喉咙发紧，会感觉到那个叫广场综合症，这种感受就非常的让你想要去避开人群，从而去错过了一些建立关系的机会。所以说呢，克服恐惧的关键就是在于管理这些不好的感觉。比如说当我们呼吸急促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当我们预感到了一些不太好的瞬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积极和正面的暗示，也可以选择一步一步的去暴露在恐惧中的这种，应该这个也是心理学上的一种疗法，能够去减少我们对它的这种害怕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的恐惧说明书，我们的恐惧驯服指南就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制作一个我们的恐惧清单，就是像索莱一样去把它写下来，像比如说主动打一个电话呀，在会员上发言一句呀，我们去尝试学习某项新的技能啊，突破其实就是从清单上的第一个打勾开始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跟我一样设立一个低到可能专业的人听到会发笑的目标，比如说我只要不害怕水就好了，我只要能飘起来就好了，我只要去画一个圆圈就好了。
这个目标的作用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有多厉害，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最小的去体验到我可以，我能行。那只要我们完成了这个最低的目标，我们就给自己一个超大的肯定，那这种自信和笃定慢慢的就会来到我们的心中。第3点呢，就是有意识的去培养我们的信任感。第一个就是去信任我们的伙伴，找到一个可以给我们支持和安全感的所谓的人生教练吧，可以是朋友、家人，或者是一个可以支持你的社群。第二个呢，就是要信任过程，允许自己可以慢一点。像我用了2天就不怕水了，但是有的伙伴可能需要2周、2个月，那一次学不会是没有关系的，过段时间准备好了再来。成长它像刚刚说的不是线性的，它有波峰有波谷。那就像之前有一期节目叫做低谷加速器所讲的，也许你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建立一个信任的过程，但是当信任建立了之后呢，你的进步也会是突飞猛进的。那第3个就是去信任我们周围的环境。那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先去全面的了解它，做好安全措施。比如说学游泳要先在浅水区要先学自救，那进入任何新领域之前呢，我们也要先去做足功课，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未知去带来的这种恐惧的感觉。那第4点呢，就是我们要硬着头皮先把自己放进水里，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当我们真正的去行动起来，才是去打破这种恐惧感的最好的方法。当时教练也是这么说的，你就把自己摔进水里，你看一下水会对你怎么样。我会发现我飘起来了。真的就是硬着头皮眼一闭，先把自己放进水里，但一定要是浅水区哦，然后随时就可以站起来，或者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浮起来啦。第5点就是要找到自己在做事情过程中的那个治愈的瞬间。在挑战恐惧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有意识的去感受和记录那些美好的新奇的体验。比如说当我们终于敢自己去看一场电影，我会发现那种宁静的感觉，独立的感觉也很不错。当我们主动发言了之后，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同，就把这些闪闪发光的时刻记在我们的心里，它会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份能量。最后的最后呢，是要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一次做不成功，也允许自己有想触碰又收回手的这个瞬间。这并不代表我们是怯懦的，我们是不勇敢的，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心里是想要去克服恐惧的。所以当我们尝试了一件事情，但是失败了，那就失败就好啦，那就仅此而已呀，下次再做或者再也不做。重点是我们已经真真实实的尝试过了，我们已经感受过了。我现在脑海里面又浮现出了我在泳池里看晚霞的那个傍晚，整个身体都在水里，感受着它对我这种轻轻的波动，世界也变得很安静。那种宁静和美好是那个曾经紧紧地抓着游泳圈不敢放松的我永远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妈呀，怎么办？我又把自己给说哭了。我觉得我这个眼泪是那种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慰的这个瞬间，并不是感到悲伤。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我们要敢于让自己去流泪，因为这也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你在真真实实的去感受你在这个世间活着那些美好，那些不可思议的体验的瞬间。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马上也要结束啦。就像100种恐惧里的索莱，他最终呢也没有画完清单上的所有项目，但是他的人生确实因为他敢于尝试变得更加的开阔，更加的充满可能性了。所以呢，我想对大家说，也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消灭恐惧，这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恐惧不是我们前进的障碍，它可以变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想着如何去打败它，而是学着如何和它去对话，问一下，你这个小东西，你在害怕什么呀？那我们带着它一起向前去游动，那通过一次次的尝试，为自己织就一张安全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曾经害怕的世界原来变得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温柔。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也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勇气加成。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只要你愿意听，我便愿意和你分享